这是？这就2份合同嘛。咱们那几个技术点都已经突破了，那几个专利陆续也都下来了。我呢，就找了几个老战友，喝了喝茶，顺便就把合同签了。啊，那份不是，那是老崔签的。哎，我这个就更简单了，我只是给当年在国外的老朋友发了一份介绍，寄了几次样品，结果人家连面都不见，就把合同给签了。哎呀，这不就是多了2个客户吗？这一个是全球500强企业，一个是国际知名品牌，这哪是2个客户啊？这是2个祖宗呀！这什么祖宗啊？祖宗你还得供起来，这2位不用，供货就行。我就出差这么几天，你们就签了2个这么大的合同，你说这天上还真的会掉馅饼，而且还真的砸我头上了。你要说是馅饼啊，这还真的不是现烙的，这2家是我们刚刚开始组建公司的时候就已经联系过了，对吧？有这么强的后招，怎么不早说呀？早点说出来的话，咱们拿第一笔投资的时候就不会那么费劲了。哎，八字还没一撇就拿出去说，那有忽悠人的嫌疑。现在不一样了啊，白纸黑字签了，老听了，再告诉你，这不更好吗？可真沉得住气。3个人加在一块都200多岁了，还沉不住气啊？对呀，必须要沉住气，你也一样哦。那等着消息公布了，公司的估值还不得翻倍啊？翻倍，不止5倍？ 5个亿。真的？这不是我说的，这是市场估值。他们手里啊还有好几个新产品都在申请专利中，我估计一旦申请成功，那个估值啊还得大大提高。现在市场上就有人说，3G 很有发展成国际品牌的潜力呢。我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，马上立刻了解了一下。你这3个大爷不简单啊，他们掌握的这种面料技术，可以说在全球啊都是首屈一指的。当时国际上已经有好几个团队开始研发，咱们这3个大爷在资金少的前提下，后发先至，率先完成。这背后的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是可想而知的。这是我来云山长青的第一个项目，得感谢董总对我的栽培和支持。感谢你自己的软磨硬泡吧。所以说啊，有些项目该坚持的时候，必须坚持。我知道了，王总。我先口头表扬啊，实际的呢，听你们董总安排。谢谢王总。真是怪事年年有，今年特别多啊！没想到夕阳红仨大爷项目竟然成了，这就是用事实证明，你大爷永远是你大爷。谢谢。你说，咱公司那套评估标准是不是也该与时俱进，升级了？你们那评估标准升不升级我不知道，这回3G公司可以借着这个东风好好升级了。之前求爷爷告奶奶没有人投，现在可好，资本蜂拥而上，一堆人要投。行啦，知道你一战成名了，别跟着凡尔赛了，行吗？很多人知道当初才投了200万，恨得牙都要碎了。哎，你别说，霍连凯这嘴可以啊，我们这夕阳真的红啊。他人呢？霍连凯啊，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了。是啊，有段时间没看见他了，他去哪儿了？应该是去外地谈个什么项目了吧。张主编，
你不适合待在这个公司。是我写的不够好吗？正相反，我觉得特别好。你真的是一个有大才的人，所以你真的应该离开。待在这种地方只能埋没你的才华，时间久了你就会变得跟我一样，庸俗不堪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张主编一定是性情中人。你看咱们俩能不能一起做一些改变？不能，你趁早死了这条心。我也是正规学历史出身的，开始我也像你一样想真正干点什么，但是白扯。除了你自己，剩下的什么都改变不了。我是为生活所迫，只能在这儿混着，每个月那么点工资。那帮家伙写的东西狗屁不通，我知道，我不在乎，胡他妈care啊！只要老贾没意见，他们写成什么奶奶样我都能过。你行吗？你能吗？你是能混的人吗？再说了，你老婆不是挺有钱的吗？你何苦在这受这个气呢？你们家还不等着米下锅？你这种大才的人，你完全可以，你就应该自己去干一番真正的事业。张主编，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干一番事业。我们应该先带个头，用不了多久，整个公司就会变成另外一个新气象了。合着我说这么多，你不信是吧？行，那你就去试试。你就把这篇稿子给老贾看，他要是说能过，我以后都听你的。你说怎么干，我就怎么干。去。贾总，我也是头一回写这种公众号的文章，如果有什么写的不足的地方，您尽管说。好啊，你看你这篇文章啊，大意说的是司马光为了打压政敌王安石，把赵飞燕外传这样的恭维野史内容都写进了《资治通鉴》里，是吧？我觉得司马光和王安石相爱相杀的一生本来具有戏剧性，所以这不就是大家熟知的历史人物和感兴趣的话题吗？那好啊，咱们就一点一点的来分析你这篇文章。首先，司马光，我想很多人知道的都是他小时候砸过缸，啊，可很多人还是分不清司马光和司马迁，哎，错，哎，甚至是司马懿，都容易搞混淆啊。再说王安石，估计很多人对他都不是很熟悉吧。而这个赵飞燕，她的知名度肯定比不过杨玉环吧。当然了，恭维野史这部分还是挺有趣的啊。但是这个《资治通鉴》门槛是不是又高了点啊？所以呢，总体看下来，你这篇文章文笔确实不错，但就是有一点不够劲爆。劲爆啊！我们就是要让读者看我们的文章时候，不停的哇哇哇，啊，哇，还有这样的事，哇，还可以这样，哇，原来他们两个还有一腿，啊！我前一段时间好像看过一篇文章，写的是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真实目的，是为了做外星人的飞行器跑道。你看啊，秦始皇、万里长城、外星人、飞行器，这就是劲爆点呐！这样的话题点击量瞬间就是几十万呀！咱们地球的飞行器都可以直上直下的飞了，他们外星人的飞行器还需要跑道才能飞啊？那是不是飞个200公里还得下来加点油啊？我说宇文呐，你还是挺幽默的嘛啊！你顺着这个思路去发掘那就对了。反正啊，现在没人要看真正的历史啊，现代人最感兴趣的那就是那些猎奇、搞笑、狗血的东西啊。
你要是能够开窍，写这些劲爆的话题，再加上你这么好的文笔，我敢保证，你在这个圈子里绝对可以日进斗金。哎呀，小婶是常客，董总可是稀客。今天董总怎么会有空也过来了？我今天是专程来给3位道贺的。3G 公司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飞跃，跟3位稳扎稳打、厚积薄发的精神是分不开的。这真的是值得我们后辈学习。董总过奖了。其实我们董总今天来呢，是想跟3位商量一下后续融资的问题。哎，这个我问一下，后续准备融多少钱？后续融资是大事儿，这关系到公司今后的整体发展。3位放心，我们云山长青一定会尊重3位的意见。咱们现在可是香饽饽，所有的资本都蜂拥而上，争着抢人投咱们呢。可是我们融这么多钱干什么呢？当然是把公司做强做大呀。我们做面料就是做面料，你不能想着设计是你，成衣是你，销售也是你，那样就没法深耕一个行业了。其实，把一件事做到极致，那也是一种成功啊。葛老这人一辈子军人性格，直来直去。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，没必要一口气吃成个大胖子，慢一点，耐心一点，就会清醒一点。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春种秋才能收，这是生活的规律，也是做人做事的道理，对吧？可是现在是最好的发展机会，那我们就放弃吗？怎么会放弃呢？我们的目标就是做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，我们就很满足了。可是我们也得为了未来未雨绸缪一下吧。小沈，你还是没想明白。其实今天，也就是明天，也就是未来。你做好了今天，也就有了明天，有了未来呀。我们早就跟你说过 ，slow down。是，您3位跟我说过好几次了，让我慢慢来。这慢慢来，并不是无所事事，它其实是一种生活态度，是吧？也是一生活方式。你选择的生活方式，体现的是你自己的人生观。等你到了我们这个岁数，你就会明白，这种生活态度乃至人生观对你来说是有多么重要，甚至超越了你所说的投资人、母亲、妻子、女儿、朋友等等这些角色。其实啊，真的没必要那么着急。再说着急也没用，你再着急，一天不也就24小时吗？对呀，一天只有24个小时，那你为何不在有生之年把生活过得更幸福、更轻松呢？您3位今天这一脚急刹车，把我刹得都晕了。什么今天该干什么，明天又该干嘛？你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你就开开心心的回家陪女儿玩、放松，然后吃饭睡觉。等到明天，你就会发现，和今天一样精彩。我们领导还没下班呢。今天真是受教了，我们回去会好好想想3位今天的话。小沈呐，你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必须要抓住的，什么是该放手的。对，什么是该放手的？老崔跟你妈那事儿，你也该放手就放手。去！你妈跟他们认识？不，最近刚认识的。这仨大爷确实是与众不同，被热钱砸晕的我见得多了，但是在资本面前能保持冷静的倒是不多见。我跟他们接触的这段时间，也不断的从他们身上学到新的东西。事实证明，你当初的坚持是对的。年纪大的人创业有年纪大的优势，老科学家确实活得透彻。董总，您今天运动了吗？
我跟你聊仨大爷呢，你给我扯什么运动啊？是聊仨大爷呢，这不是仨大爷说的吗 ？Slow down， 还慢慢来，给自己留点时间，要不然趁着午休，咱们俩约趟瑜伽课吧。呀，不行，我中午的时间已经约出去了。那可太好了。我一直还觉得自己是猎手，没想到我才是那个猎物。在家里看到那么多的蛛丝马迹，都是他故意让我看见的。他故意放了那么多虚虚实实的信息碎片，其实是在一次又一次的试探我的底线。我妥协一次，就是被他驯化一次。我还老跟你们说把老公当老板，现在想起来真是太可笑了。现在明白了吧？你这什么老公当老板的论调，这是陆卫兵灌输给你的，是他一步一步把你洗脑洗成今天这样的，让你还觉得哎呀，这都是我自己的主意。你知道他是什么吗？他这就是 PUA 高手。行了行了，你就别在他伤口上面撒盐了。这不是请了刘律师来吗？我们赶紧想想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我也没有好消息。经过调查，我们发现陆卫兵名下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资产，包括最后一家公司也在2年前已经宣告破产。不可能，他怎么会破产啊？当然，不排除他有转移隐匿资产的可能性。可归根结底一句话，没有证据。他就能做到这么滴水不漏，就一点蛛丝马迹都没有吗？反正从明面上看，确切证据确实没有。但经过调查，我们也发现，有一家叫马路丽莲的公司，有可能跟他还有关系。刘律师，我请你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帮我查，不论他把钱或者是财产他转到哪儿，请你一定要帮我查清楚。谢谢。会尽力的。马路丽莲怎么了？想知道陆维斌是不是股东，或者有没有人帮他代持股份？你可能不知道，陆总还有一个身份，马路丽莲的大股东之一。是股东名单里没我是吧？那鸿飞呢？原来是鸿飞帮您代持的啊！你怎么突然想问这个了？他现在正在跟蒋静离婚呢，他想通过转移财产让蒋静净身出户。是，我还以为他们过得挺好的呢，怎么突然想离婚啊？哎，原因很复杂，我一句两句也说不清楚。总之，现在从离婚协议上来看呢，蒋静是1毛钱都分不到，唯一能查到的就是陆维斌跟马路丽莲这个项目可能是有关系的，所以我想问一下你，看看能不能帮帮蒋静。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，我怎么帮你都行。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事儿吧，这于公，陆维斌是我们的客户，于私呢，他是曹大人的朋友。就算我不考虑于私，那我也不能轻易泄露客户的账户信息，对不对？你这么说就是有。对不起，我只能说那么多了。你也不用对不起，能理解。真的，看来你是成长了。这要搁以前，你一定会跟我大吵一架，说违背良心和违背职业道德到底哪个更恶劣？都挺恶劣的，我再想想办法吧。陆卫斌的律师约了我们见面。不用说了，肯定是争抚养权吧？我不会把孩子的抚养权给他的。他陆卫兵就这么一个儿子，估计又是嫦娥战。可是他现在为了离婚，已经把财产转移得这么干净了，那也就是说，在法律的意义上，他没钱，他不比我多任何的优势啊。没那么简单，对方请的可是顶级大律师，这不像是会轻易放手的样子啊。
那他会怎么样？这我也不好预估，但我们可以先定一个策略。当然，主要是看你自己的态度了。如果对方提出要完整的抚养权，你肯定不同意是吧？我当然不会同意啊。那如果共同抚养呢？谁要跟他共同抚养？他一年到头才能见孩子几次啊？那我再多问一句，如果对方愿意为此而支付你一定的经济补偿呢？我不要，我绝对不会把孩子的抚养权给他的。我希望我的孩子离这个渣男越远越好。其实今天请大家过来呢，主要就是走个程序。我方当事人认为，一切离婚问题都遵照相关法律执行就可以了。刘律师应该已经了解了啊。陆先生和贾女士呢，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分割的婚后财产。那至于婚前财产呢，这份协议已经约定的非常明确了，包括双方目前共同居住的房屋以及房屋内所有名贵物品，都属于婚前财产。所以，如果两个人离婚了，蒋女士不得对以上财产进行分割。关于孩子抚养权问题，贵方有什么主张？抚养权问题，我当事人没有主张，我们尊重蒋女士的意愿。我主张要孩子的抚养权，而且要完整的抚养权。这个没问题啊，我方愿意按照法律规定，每月支付相应的赡养费。你不要孩子？你不要的话，我可以要啊。那不过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不再支付抚养费了。如果你要的话，你带走好了，我不争。只有这样的东西，它才能够博眼球、赚流量，才能够卖大钱呐。至于这些东西是不是历史，管他呢 ，Who care？ 走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这水煮鱼也吃了，螃蟹也吃了，还想吃啥呀？吃什么？吃什么呢？要不吃火锅鱼吧？没有了，再吃就吃不下了呀。螃蟹也吃了，小龙虾也吃了。小龙虾比螃蟹好吃是吗？那家湘菜其实也不错的呀，是吧？建国啊，有时间吗？怎么今天有空来看我了？有事儿啊？没事儿，这不正好在你们单位附近吗？我也想回出版社看看。哎，不是听说你去了一家文化公司当总监吗？怎么，你这个想起回社里的事儿了？可能看不见去路，就容易像当初吧。怎么叫看不见去路了？其实前几天我跟郑智和王松聊天的时候，还说起你了。你的才华，我们几个都挺佩服的。但是这几年你在家里待的，说实话，我们都觉得挺可惜的。啊，对了，郑智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，就是上次你过生日那回，他心情有点不太好，喝多了，所以调侃的话呢，就有点说过了，你别介意啊。有吗？我没觉得呀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老像是出了世间离了凡尘似的。我觉着，你就别想那么多。既然决定出世了，那就干出点动静来。高人才叫出世，我就一俗人，就一凡人。我这最多只能叫为五斗米折腰。怎么，总监干得不太顺心啊？说心里话，从本心上讲，这工作不是我想干的。但是我想的是，既然干了，就应该干好，就应该干出点实事来。我原本以为这家公司的问题可以靠吃药、打针，
再不行就换换血、排排毒，可以得到有效的解决。但是我到现在才发现，靠换血都没有用，得换头。如果这家公司不换老板的话，我无论做什么都是白搭，都是瞎折腾。不是，这老板到底让你写什么东西啊？秦始皇修建万里长城的真实目的，是为了当外星人飞行器的跑道。李莲英是不是假太监，与慈禧墓被盗掘的真相。这不扯淡吗？不，他让你写这种哗众取宠的垃圾啊，这简直就是一种侮辱啊！这老板如果是这个德行的话，那这家公司算烂到根儿了。听你这么一说，我感觉好多了。起码我还算是个正常人。哎呀，那后面你有什么打算？反正如果要回出版社的话，工资肯定没有你那个总监高。啊，对了，晚上咱们一起吃个饭吧。我再把郑智啊、王松这几个老同学都约出来，咱们一起聊聊。算了，改天吧，我还得接孩子呢。你都当上总监了，还接孩子啊？当这个总监最大的好处就是有时间接孩子，在你们单位能行吗？先走了。哎，宇文啊，你真打算以后写什么外星人啊、假太监、慈禧墓啊？走一步看一步吧。改天我请你。行，那慢点啊。哎。对，我想给3个大爷找个财务总监。他们3个是搞技术的，财务这边是他们的弱项，那肯定得找一个经验丰富、能力又强的呀。好，你把那个简历发给我，先看一眼啊。谢谢，谢谢。你还在忙那3G公司的事儿呢？嗯，我听说估值都5个亿了。那也没有你的魔豆科技厉害啊。多少了？40个亿是吧？这回准备什么时候卖啊？你就别开我的玩笑了。我倒要提醒你，像3G这种不在风口上的公司，你能做成今天这样已经很成功了，但也基本到头了。因为你再怎么努力，它的天花板就在那儿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说3G已经成了，你就不要再往里头投入精力了。市场这么好，你应该多花点时间再去找点其他的项目。我记得有一个人说过，千万不要害怕错过什么。既然选择投一个公司，就要全力以赴地支持创业者走到底。所以说呀，市场现在这么好，不好好做